在1.2米以上的台面上放一个水桶作为水源，用2根 PVC 管接起来作为动力管，在安装水球泵的这一端装一个进水开关，然后把这个开关关起来。我们可以先给这根管灌满水过后，用弯头接一根短管上去，把那边开关打开做虹吸，打开这边的开关放水，做虹吸排空气。空气过来了，就可以去安装水球泵了。我们也可以在桶的距离桶底大概5到10厘米高的位置去打一个孔，装一个水桶接头。你可以用这样一个直接刷完胶水过后把它拧上去。我这边临时用快速接头，这样子的，然后给这个桶装满水，水会自己进到管里面去，然后把动力管里面的空气自己排出来。没有气泡出来的时候，就证明管里面已经装满水了。然后观察这个管，它在重力的作用下，它是自然弯曲向下的。现在准备组装水球泵，组装前打开开关放下水，冲洗一下内部的泥沙或杂质。好，我们先把泄水阀的3通给缠上绳条带，装到进水开关上面去。装泵体的时候要注意，短的这一边是出水，长的这一边是进水的。短的出水，装出水开关。压力表和安全阀缠好绳条带，把它接上去。任意位置都可以接，这边为了方便观察，我们把压力表装到面向人的这一边，用14的扳手紧固。装压力表的时候要注意，还剩2-3圈的时候要调整这个胶塞垂直向上。然后把泵体和进水连接，调整它们垂直向上就可以了。压力罐的内部是有橡胶气囊的，不要去动它，直接缠好绳条带扭上去就可以了。安装泄水阀的时候要注意，如果底部有弹簧，先拆掉，弹簧和配重片全部拆掉。然后安装箭头向下安装上去就可以了，用手拧紧。启动前先关闭出水开关，完全关闭出水开关，然后观察压力表应该是0，接着打开进水开关。打开前你可以看到泄水阀它是掉下去的，它是打开掉下去的。我们打开进水开关过后，水会从这里流出来，然后把它顶上来关闭掉。注意观察，关闭掉了。如果你打开过后，水只是这样子慢慢的流出来，没有把它顶上来关闭，那么你就检查你的进水管，检查你的水源和进水管是不是正常的，有没有堵塞，有没有排空气。好，这个就是正常的。顶上来过后，我们用手给它按下去，让水流出来，大量的流出来过后再松手，按下去，水流出来了，松手，它又会顶上来，我们再按下去，再松手，就这样持续按几次，它就会自己跳动起来了。同时你可以观察压力表，因为我们的进水高度太低，所以它的压力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好，我们给它加满配重，可以看到跳动变慢了，压力表慢慢增加。
26款的泄水阀除了可以使用配重片以外，还可以使用弹簧。我们把它拆下来，有2种弹簧，一个软一点，一个硬一点。软一点的叫7号，硬一点的叫8号。哎呦，我们进水高度太低，我们就用7号弹簧。然后在底部给它装一颗这个螺母上去，锁住它。换一个，临时用我用这颗吧。好，现在装那个弹簧配重给它试一下。这是7号弹簧啊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打开进水，可以看到跳动更有力了啊。用了弹簧配重过后，现在压力快到 0.2 了，也就是垂直20米高的水压。这个进水高度只有1.3米啊。启动过后，我们不要急着去打开出水开关，打开给你试一下。如果开得太快，压力丢失太快，它会停下来。这时候你得关闭起来，重新去启动。正确的方式是把出水开关打开一丁点，1/10的开度，大概这样，让水锤泵维持跳动的同时，给出水管可以灌水。现在就可以去装出水管，把出水管装上去，让水锤泵给出水管灌水排空气。等出水管的水上到山顶上，出水管里面没有空气了过后，你再去全部打开，它就好了。水锤泵跳动，进水管是有很大的震动的，所以我们要求用硬的管固定好，防止它损坏或者磨破。